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在 CPU 显卡定价都越来越高的2023，SSD 的价格反而有持续下探的趋势啊。说好了，帮你频道今年会开箱更多的零组件，所以今天就来开箱我们自己一定会用到，而且常常定期补货的产品，那就是 SSD。最近 PCIe 3.0 的 SSD 算是蛮常态性的降价。而这波连几年前价格高高在上的 PCIe 4.0 SSD 也加入了战场。这一阵子比较热门的其中一条就是 Acer Predator GM7000 系列，纸面规格非常漂亮啊 ，PCIe 4.0 的规格达到7400的读取和6700的写入 ，TLC 也提供5年保固。比较看点的是 1TB 和 2TB 的版本，目前的最低价分别来到了1199、3999两个价位带。价格也是非常漂亮啊！我们买的是 2TB 的版本，结账3999，扣掉银行的5%回馈 ，PC Home 大迟到还给了100现金的积点，整个扣完大约落在3699，整个又更香了。不过大家要注意 ，GM7000这条的优惠价格不是常态的，大家还是要蹲一下等优惠，不要买在高点了。不过实际表现究竟是如何？这期节目我们依旧会详细来测重点表现。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看到盒装 ，GM7000 的彩盒设计质感蛮不错的，盒装上也有标示纸面，包括了 PCIe Gen 4x4 的界面，达到7400的读取和6700的写入，也印上了提供5年保固。不过要注意哦，买 SSD 不要只看保固多久，还要看 TBW， 也就是写入总量的限制，这些在官网或是说明书上都会有标示。以 GM7000 来说 ，1TB 版本提供5年或600 TBW。2TB 也是5年，但总量来到了1300 TBW， 所以过保的判断很简单，就是看5年先到还是你的写入量先到。这边也有印上 Predator 的储存是由 Acer 授权给 ByWin 的标示。盒装内容物简单，但细节够，也算蛮有诚意的。除了 M.2 SSD 本体之外，还附了一个散热贴片、一颗螺丝以及独立盒装赠送的金属散热片。可以搭配随附的这个散热贴片贴上 SSD， 不过要注意哦，如果你的主板在 M.2 插槽上本来就有金属散热片盖板，那就只要移除盖板，插上 M.2 插孔，固定好尾部螺丝，然后记得要把盖板后面这个散热贴片塑胶膜撕掉，接着把盖板锁回去就可以了。这个小散热片，如果你的主板没有散热设计的话，就可以贴上使用。此外，这个散热片厚度大约是1公分。如果你是要装在 PS5 上面的话，来测一下，是没有办法的。值得一提的是 ，GM7000 这条的贴纸是单面，并且贴在背面的，所以不会有你取下来，结果贴纸粘在散热贴片上这个尴尬的问题。小细节有算过的不错。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撕下来会有破保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不建议大家去动这张贴纸。正面部分有2颗美光的 3D TLC NAND Flash， 背面还有2颗，所以总共是4颗，单颗是512GB。控制器我们放大来看，是 InnoGrid 英润的 IG5236， 搭配上正反两面，总共2颗南亚的快取。接着我们就直接上机实测吧。依照国际惯例，还是先看一下测试平台。CPU 部分采用的是 Intel Core i9-13900K。主板是 MSI Z690 Edge D4， 32GB 4条，总共128GB 的 RAM， 最后搭上一张 RTX 4090。测试的 SSD 会装在底部 Z690 出来的第3个槽位，并且盖上主机板随附的 M.2 散热盖板，全程机箱内测试，比较符合一般使用者的安装情境。这边我们为了让大家比较直观的对比数据表现，我们也拿出了 PCIe 4.0 的长期王者三星980 Pro 2TB 进行对比。手上刚好没有990 Pro， 比较可惜。不过因为980 Pro 算是不同时期的 PCIe 4.0 产品，比 GM7000 早了很多，所以在写入速度上并没有 GM7000 这么快，但就是当成参考组啊，主要就是让大家参考 GM7000 的表现是否达标，而不是要对比两者的表现。毕竟真的要打，上面还有990 Pro 这条新的王位看守者在那边等着。先来跑个 Crystal Disk Mark。GM7000 在空盘的时候，可以达到7035的读取和6888 MB/s 的写入。
循序的速度非常快啊，都有达到 PCIe 4.0 该有的水准。读取差不多，写入差了一点。而在半盘之下，读取和写入都稍有影响，不过也都还在该有的水准之上。可以看到980 Pro 这边，作为三星的上一代旗舰，在 Q1、T1 的读取上还是比 GM7000 高上不少，不容小觑啊。接着看到 AS SSD 1GB 的测试 ，GM7000 不管是满盘还是空盘，数据上差异不大，同样还是 AS SSD， 但我们加大强度测 10GB。GM7000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哦。对比一下旁边的980 Pro，GM7000 的表现也是在线的。看完了速度测试的结果，我们来测游戏表现。这边用的是 3D Mark 的硬碟测试，总共会测试3款游戏以及4个模拟情境。先看到载入《战地风云5》，GM7000 空盘和半盘的差异不大，大概就是测试误差。不过对比980 Pro， 大约有着 10% 的差距。接着是载入 Call of Duty 决胜时刻黑色行动4，GM7000 对比980 Pro 有着大约 20% 的差异，甚至980 Pro 在半盘之下表现也还是强了 10%。游戏载入这边最后看到载入斗阵特工，GM7000 空盘和半盘的差异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对比980 Pro 大约还是有 17% 的差距。整体来说，980 Pro 虽然已经是老旗舰了，纸面规格虽然看起来相对普通，但在王者宝座做那么久，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在游戏载入上980 Pro 略胜一筹，但必须说 GM7000 的表现完全不差哦，已经是 PCIe 4.0 很不错的表现了。尤其以我们的入手价格来看 ，CP 值还是挺高的。在载入游戏以外的测试项目，几乎是全面超越980 Pro 的，像是记录游戏的速度快上了 7%， 安装游戏的速度快了 10%， 储存游戏快了 3%。在移动游戏的速度上更是快了 28%，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种比较单纯的写入和读取的场景中 ，GM7000 就可以发挥峰值性能更强的优势。不过在总分上，980 Pro 还是高了一点点，拿下了3034分 ，GM7000 则是2995分。而在负载测试中，我们先在 Adel Disk Benchmark 的测试 ，GM7000 全程都挺稳的，没有太大问题。最后来一个比较重度的测试，我们直接从 PCIe 4.0 的硬碟分别传送到 GM7000 和980 Pro 上进行写入测试。这个 860GB 的档案组成还是比较复杂，但合乎常理的，可以更好模拟一般的使用情境。那因为是影片专案嘛，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图片、影音、专案记录档、系统暂存、大档、小档、超小档都有，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这边直接上结果，先看基准980 Pro。传输 860GB 的专案全程耗时10分15秒，在第5分21秒的时候 ，SSD 达到60度，全程最高温发生在9分30秒的时候，这个时候 SSD 来到66度，之后的写入也都保持在66度左右，没有持续上升。而 GM7000 这边同样是传输 860GB 的专案，全程耗时9分18秒，速度更快，并且一直到7分10秒的时候才达到60度。不过全程最高温发生在9分13秒的时候，比980 Pro 更早。这个时候 SSD 来到71度，并且在其他轮的测试中 ，GM7000 也都有达到70多度的高温，整个热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时常有大档传输的朋友 ，GM7000 的热量问题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好了，总结一下，整体来说 ，GM7000 的表现在线，整体的速度上也是令人满意的。游戏部分有可能是最佳化的关系，跟980 Pro 的表现还有 10%到 20% 的差距。但是在单纯的读写传输档案测试中，普遍都有不错的表现，适合拿来影像创作、档案传输。当然，你要拿来储存学习资料，当然也是可以。虽然奢侈，但很好用。不过 GM7000 整体的热量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大量传输需求或是在意储存发热的朋友，建议可以搭上更好的散热硬体，用起来会更加爽快。最后闲聊一下，说到 SSD， 算是我们很常态捕获的零组件毕竟制作一集的节目资料量动辄100-200GB， 所以以我们目前工作室的 SSD 最低配置已经是三星的970 EVO 以及 Seagate Firecuda V0这2条还算稳的 PCIe 3.0 SSD。
而其他都已经换上了 PCIe 4.0，整体的用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推荐的 SSD，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之后如果有新东西的话，也会定期把测试结果提供上来让大家参考啦。对了，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电脑零组件讨论社团。之后如果有什么活动或是优惠，也会更新到上面。现在就马上加入吧。好啦，本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尽量把重点都浓缩进来了，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那我是驴子，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